大家好，我是刘毅。这几天菠菜大量上市，正是吃菠菜的季节，味道清香甘甜。常吃菠菜还有一些保健作用。今天就和大家分享非常好喝的菠菜鸡蛋汤家常做法，咸鲜适口，营养美味。鸡蛋不散花，菠菜不发涩。大厨今天分享详细的做法，简单又接地气，您一定能够学会。让你的餐桌又多一道美食，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。首先准备新鲜的菠菜，大概半斤左右。菠菜在食用之前一定要清洗干净，把比较老的黄叶子一定要掐掉不要。菠菜根儿有很多朋友直接去掉，其实这是不对的，因为菠菜根儿的营养比菠菜叶还丰富，而且口感吃起来还甘甜。一定要像这样把菠菜根儿慢慢的清洗干净，最好是清洗2到3遍，因为菠菜根儿特别是根部位置泥沙特别重，一定要清洗干净，吃着才不会牙沉。有很多朋友搞不清楚菠菜吃的时候到底要不要焯水，今天教大家正确的做法。因为菠菜富含草酸，建议大家在食用之前一定要焯水，这样吃起来才更健康。清洗至水清亮，看不见泥沙，呈这样的效果就可以了。先捞出控干水分，接着准备胡萝卜1根，清洗干净。胡萝卜也是冬季的蔬菜，和菠菜搭配主要是搭配颜色和丰富营养。菠菜控干水分后，改刀切成段。菠菜梗儿的位置稍微要切短一点，菠菜叶可以稍微切长一点，这样受热更均匀。切好后，先装入盆中。胡萝卜不需要太多，有半根就够了，削去外皮不要。改刀切成厚厚的薄片，再摆码整齐，切成粗细均匀的细丝。切好放入盆中，再准备小葱2-3根，清洗干净，把葱白部位切成丁，用来炝锅的时候用，这样做出的菠菜鸡蛋汤味道会更香。葱叶切成葱花，这个是出锅的时候放入。切好放入盆中，再准备正经的母鸡蛋2个，用左手打入盆中，喜欢吃多一点的就多打入几个鸡蛋，然后用筷子向一个方向用力的搅拌均匀，一定要多搅拌下，搅拌至鸡蛋冒泡，这样做出的蛋花才漂亮，成这样的效果就可以了。接着准备20克的土豆淀粉，这个是用来勾芡用，让汤汁喝起来鲜香又顺滑。放入适量的清水，先搅化。食材准备好后，下面开始起锅烹饪。起锅烧水，先来汆烫菠菜。水开后，放入少许的色拉油，这样可以减少菠菜营养的流失，而且可以使汆烫的菠菜色泽翠绿，不会发黄。汆菠菜一定要水开后倒入锅中，保持大火，用勺子推动，让其受热均匀。开锅后汆烫30秒钟即可，时间切记不要太长，要不然会影响口感和营养。
穿好后捞出，放入冷水中过下凉水，这样菠菜既不会发黄，而且还可以去除草酸。凉透后倒出控干水分，接着另起锅，放入适量的植物油，油热后加入葱丁，先煸炒出香味。葱的时间稍微要煸炒长一点，炒至葱表面微黄，香味才浓郁。接着倒入开水或者是冷水都可以，保持大火先烧开，开锅后放入15克左右的生抽酱油提味提鲜。调味放入适量的盐和半勺的胡椒粉去腥提味，继续保持大火熬至2分钟，让香味和鲜味能够很好的融合。接着倒入胡萝卜丝，用勺子稍微推动一下，继续煮至10秒钟左右，然后关最小的火。接下来开始勾芡，这也是这道汤好喝最关键的一步，一定要呈这样的细线状把芡汁倒入锅中，这样受热均匀，勾出的芡汁才不会有疙瘩。勾芡汁稍微粘稠，呈这样的效果就可以了。接着把鸡蛋液像这样转圈，慢慢的倒入锅中。倒完后先静置10秒钟，让鸡蛋液能够很好的定型，再用勺子稍微推动几下，这样做出的鸡蛋花大小均匀，不会太碎。接着倒入控干水分的菠菜，这时候把火稍微开大一点，用勺子稍微推动几下。开锅后保持中火煮至2分钟，让菠菜吸收汤汁的味道。最后放入少许的香油增香提味，葱花也放入锅中，用勺子稍微推动几下，这样葱香味会更浓郁。然后关火出锅，装入汤碗中，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最后简单总结下，菠菜鸡蛋汤要想好喝又健康，建议大家菠菜一定要通过穿水去除草酸，小葱花一定要等出锅的时候再放入，这样会让汤汁的香味更浓郁。这样一道简单家常、鲜香顺滑、好看又好喝的菠菜鸡蛋汤就做好了。更多家常菜请关注刘毅美食，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明天再见。